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所有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通通都贬低，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而自称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3个多世纪的发展史分为3个时期，详细的我就略过了。把这一批社会主义所谓把他们贬低称为空想，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首创，是法国的一位经济学家1839年就提出来了，然后被马克思、恩格斯接手过来大加利用。这些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主张，第一是否定和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为像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贫富两极分化、失业大军、贫民窟、环境污染、战争和瘟疫、人性的压抑异化，以及道德堕落、信仰崩溃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弊病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家剥削造成的恶果。所以他们主张只有废除和消灭私有制，根本改造甚至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这些恶果。第二，他们主张公有制，主张工人建立工会，社会团结互助，社会进步，也就是进步主义，关怀帮助穷人，最终建立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压迫剥削的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第三，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那体现在政治主张方面，就是扩大穷人的权利，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上面所说的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基本立场和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主张阶级斗争，他们认同阶级合作，不主张暴力革命，热衷合法的议会斗争，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他们主张用合法的、隐蔽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手段来实现和共产主义者基本一致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他们2位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直到1873到1874年，他们开始投身工人运动之后，为了争取工人阶级，他们才不得已改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他们表示认同社会主义，为了和这个工人阶级拉近距离嘛。另一方面又以科学自相标榜，这样既区隔又贬低了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换句话说，把社会主义区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2大流派，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介入国际公运之后所做的策略性的妥协让步。只是因为工人阶级普遍不愿接受他们的极左的共产主义，他们为了争取工人阶级才勉强自称社会主义，同时为了自圆其说，就宣称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我跟你一致，但是我高你一头，所以你们工人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我们的领导。请问马克思、恩格斯是书呆子吗？是又不是。理论是书呆子的，策略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这一点我随手举出一个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英国的自由宪政和议会制度从来都没有过好评，一有机会就对他大肆攻击嘲讽。但是恩格斯在1892年，那时候马克思已经死了，他为了讨好英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的序言里破天荒地称颂英国
普通法。他的原话是：既把古代日耳曼个人自由权中最好的部分保存了好几百年，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说得非常正确呀，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这能说明恩格斯是个自由主义者吗？我认为只能说明恩格斯并不是对自由主义茫然无知，他是自觉的敌视自由主义，是为了这个去讨好英国的工人阶级和英国的这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才做了这样的妥协让步。所以终他们的一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是严格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且坚持只有他们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可以去看共产党宣言的第3部分，这第3部分的标题叫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马克思认为，只有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阶级斗争，这些手段实现共产主义才是科学的。这个结论依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科学原理。因此，马克思自称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流派都是道德主义的，也就是不科学的，也就是空想的。马克思这种鄙弃道德、非道德的政治社会学说，他是秉承了孔德科学应该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主张，然后对后世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呢，马克思的这种非道德主张有它的独创性。马克思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认为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一切道德都是剥削压迫阶级的虚伪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真正道德。这种崭新的道德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真正的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成为了19、20世纪最强劲的一股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文明虚无主义的思潮，并且一直泛滥蔓延到了21世纪，成为今天第4左翼的思想渊源。第4左翼各派的所谓进步主义，很少不被这些虚无主义病毒所污染。只不过呢，这是20世纪后半期才在西方知识界流行开来的现象，然后经过政党、大学、媒体和演艺界的左翼精英越来越广泛地影响了普通大众，尤其是影响了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在马克思生前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普遍信仰的是基督教，他们的道德观念很保守，很难接受这些虚无主义的主张。所以马克思宣称的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仅仅是马克思自己的凭空臆想。马克思自称代表，并且只有他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并非如此。工农群众只关心当前的实际利益，对什么远大理想、死后的理想天堂、共产主义天堂或别的乌托邦天堂毫无兴趣。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是基督教的基督教教义灌输给他们的那个天堂。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类理想天堂，所谓圣化构想这是索威尔的概念，是激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向空虚构，不是工人农民自身的思想意识，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且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准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那些玄妙的理论。但是从客观效果看，通过操纵和利用工人、农民、穷人、底层民众来掌握权力，得到社会地位，再通过掌握权力而谋取自身私利，
这样的案例简直是多到不可胜数。到了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所谓修正主义主张，对国际公运的主流不得不做了更多的妥协让步。这是马克思如果在世的时候也会赞同的斗争策略，战略退却。所以恩格斯和马克思并没有根本分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大做文章，实际上这既是学术上的不诚实，也是一种伪科学的辩护手法。同时，共产党国家有一些不便公开打出社会民主主义旗号的所谓左派持不同政见者。举个例子，比如前苏联时期的麦德韦杰夫兄弟，他们同样对晚年的恩格斯做了过分的解读，虽然用心良苦，但是并不符合事实。